这个是全新的 Volvo C40， 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从288,888块起。它比我9个月之前介绍的 XC40 Recharge 贵了1万块。同样是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也是目前极少数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的纯电动车型。那 Volvo 的目标是在2025年的时候，旗下有一半的销量都要来自 Pure Electric 纯电动车，然后到2030年的时候，他们旗下全部车子都是 Electric Car， 不再卖燃油车，不再卖汽油车，不再卖柴油车。那以马来西亚市场来讲的话 ，Volvo 誓言要成为马来西亚第1名的 E-Luxury Brand。但是我觉得这个困难度是有在那边的，因为你看它的对手，我们说 Mercedes-Benz Malaysia 旗下有 EQA、EQB、EQE、EQS。BMW Malaysia 旗下有 iX1、iX3、iX、i4 和即将要来到的 i7。那别人家至少有5款以上的纯电动车，而 Volvo 只有 XC40 Recharge， 要怎么做到？虽然 XC40 在一推出就已经卖了400辆，当年推出就卖完当年的量。那为了要增加产品线 ，Volvo 就在 XC40 Recharge 的基础上推出了这个 C40。那如果你稍微有看过我上一支 XC40 Recharge 的 video， 你就知道这个 C40 它不是一个全新的车型。用奥迪的讲法，它就是 XC40 Sportback； 用 BMW 的说法，它就是 XC40。I mean 用 Mercedes 的说法，它是 XC40 Coupe 啦。但 Volvo 就去掉了这个 X， 变成 C40， 就有点类似 Coupe XC40 这样子的造型。那在国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全球发布了最新比它还要小的 EX30， 还有 EX90， 这2个都是纯电动车型。因为电动车不需要吸气，不需要进气，它不需要呼吸，所以这边呢可以设计成封闭式的。这个也就是很多电动车的一个特征。他们可以不像燃油车这样子要做一个网状啊，还是横格条等等，它可以直接跟它盖起来这样子。然后这个颜色叫 Thunder Grey， 然后这边一样是雷神之锤的大灯，下面有 fog light， 这个 Volvo 的 logo 底下有一个镜头，因为它有360的 camera。OK， 这个就是它的 front， 当当当当。C40 是 EV only， 所以你不会看到一个有汽油引擎或者有柴油引擎的 C40。那 XC40 你可能还要猜，看下面有没有 exhaust pipe， 看下它的 dash， 这个你不用猜，你一眼就能够知道它是一个纯电动车。所以这个 C40 啊，它的 roof line 就比 XC40 降低了70个 mm。但东西是这样子的，有一好没有两好，你要更加美就要牺牲掉行李箱空间。它从原本的460公升缩小到413公升，对后排乘客的头部空间也有一定的影响。不过这个 recipe 大家都在玩得不亦乐乎，从 X3、X4、X5、X6、GLC、GLC Coupe、GLE、GLE Coupe。大家都在玩这个套餐 ，OK， 包括奥迪，我们说 e-tron 有 e-tron Sportback 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 marketing 啦。因为在 XC40 推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I mean 它就是一个纯电动版本的 XC40。但来到这个车子的时候，身边很多人都 inbox 问我，这个 C40 怎样啊？这个 C40 怎样啊？然后我跟他讲 ，actually 这个 C40 我已经讲过了，它就是 XC40 来的，只是换了一个壳。C40 和 XC40 都是基于 CMA 平台打造，那采用 CMA 平台的车款多达超过13款，然后有4个品牌都在用 CMA， 有吉利、Lynk & Co、Polestar 和 Volvo。那这个 CMA 平台啊，它其实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相当高度灵活的平台。你要做汽油版可以，你要做柴油版可以，你要做 mild hybrid。可以，你要做 PHEV 可以，你要做纯电动也可以。这个在2013年开始设计的 CMA 平台，一早就已经为纯电动做一个准备，而预留了很多位置。这个 C40 呢，它采用了流线型的车身，我们叫 Coupe Light， 但是它这边用的不是 frameless door， 所以车门一样有这个边框，而不是像奥迪或者其他 brand 直接是给你那种 Coupe 的车门。所以它虽然看起来新颖，可是这个地方是相当传统的。然后它的轮胎尺寸是19寸，后面比前面大，后面是225R19，前面是23550R19。这个 C40 有60/40分离倾倒功能 ，OK，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延伸你的行李箱空间。但是
它就不像XC40 或者 XC90 这样子有那个 built-in 的 Child Booster，so 40系列是没有给你这个东西的。然后有趣的就是啊，这个 CMA Platform 呢，即便来到了纯电动，中间凸起的地方同样非常的高，这个对于坐在中间的人来讲会有一点不方便，因为它占用到了太多的腿部空间。上车可以，它的椅背是不能够调整倾斜程度的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直。然后因为是一个斜背式嘛，所以你看我的头发是已经动到车顶了的。东西是这样子的，有一好没有两好，你要美就要牺牲掉头部空间跟实用性。然后这边这个地方也很大，就是支撑性不太够啦，把小车、小型 SUV、compact SUV 是这样子的啦。然后这边两个冷气出风口，两个 USB Type-C 的接口，然后有一个 armrest， 这个是跟 XC40 一模一样的，但是跟 XC40 不同的是，它有全景式玻璃天窗，而且它是一个 fixed roof， 一个玻璃车顶，不能够打开，也没有什么遮阳帘给你遮起来，它完全就是靠顶的这样子，它就是这样子吧。它不像我之前介绍那个 Porsche Taycan 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电动去 electrochromic 去给它更换不同的 pattern 去遮阳这样子啦。所以我目前看到就是这样子罢了。这个也就是它的一个特征。你买 C40， 你就是要跟 XC40 不同 ，right？然后这边 B 乐没有冷气出风口，然后如果你觉得 XC40 小，这个 C40 毫无疑问呢，它会更加的小，更加的有压迫感。如果对你要载家人、载小孩来讲的话，我建议你拿 XC40 因为 C40 真的是大过零，懂吗？就是美罢了。因为别的车旁也是往一样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啦。XC40 会比较好啦。这台车子是没有 Start Stop Button 的，你的 Gear Knob 推去 D， 车子就自动启动，你按下 P 它就自动关闭，是非常的 minimalism， 将简单进行到底。所以整个东西跟我之前介绍的 C40 Recharge 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它们都是基于 Android Automotive OS， 简称 AAOS 的这个作业系统。那它是一个非常EV friendly 的作业系统。现在 BMW 的 iDrive 8.0 或者 8.5， 它们都是基于 Linux。那接下来的 iDrive 9.0 就会跑到去这个 Android Automotive OS。那它完全打破了大家传统对于手机 connectivity 的这个概念。因为一般上，不管你用 Wire 的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或者你用 Wireless 的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你都会面对到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你用 Wireless 的话，你手机会非常的耗电。然后你就必须要去充电用 cable， 那你用 cable 的话，大家知道手机就像电池的锂离子电池，它们的特性就是你charge越多次，这个电池的寿命就损耗到越快，对电池也不健康啦。因为你有事没有事 ，60% 你也 charge，70% 你也 charge，50% 你也 charge， 不必要。但不管只要你用 Android Auto， 你用 Google Map， 你用 Waze， 你听 Spotify， 你的手机电池就一直要耗电。所以这套系统呢，非常的 user friendly， 非常的 EV friendly， 因为你一上车。Google Map 已经在这边了，而且它不只是在这边，它还投影在你的仪表板上面。然后如果是 BMW 的话，你用 Android Auto 这边可以投影 Google Map， 但是你用 Apple CarPlay 的话就只可以投影 Apple Map， 那它已经 built in 在这边了，所以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手机，一个镶在中控台上面的一个有 4G SIM 卡的手机。你在 Apple CarPlay 里面要用到的 App， 它全部都给你，而且它有 App Store 啦 ，I mean Play Store，OK， 所以你要用 Google Map。even 你要用 Google， 你要用 Apple CarPlay 都可以，以前是没有的啦，现在后来就添加了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非常的人性化。因为我自己大部分我需要到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通常只有2个 App， 一个叫 Google Map， 一个叫 Spotify， 它给你了，不需要，所以你可以开车的时候，你就可以一直去保持你手机的电池不需要耗电。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大家没有发现到的是，它 built-in 的 Google Map 呢是非常的 EV friendly， 它会告诉你你到那个目的地的时候，你的 battery 还剩多少 percent 的电，它让你降低你的 range anxiety， 而且你马上就能够看得出周遭有哪里有充电站50 kW DC 快充还是 AC 快充，它能够告诉你在最及时的时间，你不用自己又再去那边打我要找 EV charger， 不用，它已经告诉你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的人性化，也特别针对电动车去给车主一个与众不同的体验。那至于里面的内饰 button 这些东西，我已经讲了不下10次了，从 XC40、XC60、XC90、S90、X60 等等都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新时代的 Volvo 作业系统，它会更加的简化。没有 Drive Mode， 你下去这边Vehicle Button 这边
I mean driving 的选项只有2个东西，一个叫 One Pedal Drive， 一个叫 Steering Feel Firm。弄下物件呀，到时你看 ，right， 所以 Let's go。所以马来西亚版本的 C40 啊，就跟 XC40 Recharge 一样，它是一个高配版本，有2个马达，它的综合输出啊非常的高，它有408个 PS 跟660个牛车米的。这样子的动力数据，如果你放去 BMW 的电动车或者 Mercedes-Benz 的电动车，他们已经是BMW M 或者 AMG 的级别了，408 PS 660牛车米的，而且是瞬间扭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动力数据完全就是 overkill， 太多了，多到你会觉得真的吗？真的有这样多吗？你一点，你不管在什么速度点下这个 pedal， 它都好像是弹射起步 launch control 这样子 ，pocket rocket 砰砰，这种爆发力是直逼 Porsche Taycan， 直逼那种很高级100多万的电动车给到你的这种动力了，已经是多到你会觉得不可思议那种。所以一般上这种这么大动力的电动车，你都必须要很大的轮胎，不然你真的是 hold 不住它的，一下就 wheel spin 了，太夸张了。这种动力已经是你没有办法去承受了这种动力。当然我们现在试车，我给你知道，轻轻松松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到人家的车尾，更何况讲是去超车跟人家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刚才驾这辆车子在 Max Highway 上面我走得很慢。其实一般上驾电动车我都不会去拉它的，因为又没有声音啊，你拉来做么？I mean V6、V10、V12， 我要给你知道那个声音多少 RPM， 什么声音，那 CVT 吵不吵？可是这种车，尤其 Volvo 哈，它又不像 BMW 这样子，它没有什么 Iconic Sounds Electric 啊，它也没有 Audi 的 Sport Sound， 它没有这种东西，非常的安静。你走着100，走着200，走着300，它不可以到300啦。我的意思是，不管你走慢走快，它都不会有那种 fake sound， 那种 artificial sound 去给你觉得它快，它几时在 brake， 几时在 regen， 没有这种东西。好像那个 Volume 1、Volume 2这样吧，非常安静，安静到没有朋友那种安静，你都不懂自己是不是在驾车，还是在驾一辆 MRT 这样子，真的是非常安静。你看，当你稍微点你的 Power Pedal 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像是宇宙飞船正要起航了的声音。但是呢，虽然有这么多的动力，并不表示说它是一辆很好开的车，因为它太重了。因为这个车子的重量是2185公斤，比 XC40 Recharge 轻了3公斤。那我最早测试的 XC40 T5 All-Wheel Drive 2.0 Turbo 那个是1704公斤，比这个 C40 Recharge 大概轻了500公斤。所以这500公斤也就是锂离子电池和前后2个电动马达所带来的重量上的负担。那这500公斤加在这个2702mm 轴距的小车身上，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所以这样子的重量会让你在过弯的时候body roll 会没有办法的去控制，它是一个物理原理来的。不管车身的底盘做到再好，你这么重就是这么重点。0到100 4.7秒，并不是说特别的厉害还是怎样，可是重点不是0到100多少秒，重点是 effortless， 这种快是快到迅雷不及掩耳的这种快，无声无息的快，完全就是超越现实的快，一种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引擎可以跟它比，没有变速箱可以跟它比，它整个就是一个战斗机这样呜就去了。但它虽然是一个战斗机，但它又没有战斗机的外形，没有战斗机的声音，没有战斗机的形象，没有，它就是一个你知道吗？一个小姐姐，一个安迪开出去载孩子买菜的一个 Volvo 的小型 SUV 菜，很快。然后呢，就跟一般的电动车一样，它也是有所谓的 One Pedal Mode， 但是你必须要去这个 menu 这边。OK， 我现在已经开这了 One Pedal Mode 菜。OK，
所以当你开着 One Pedal Mode 的时候呢，你松油的时候，它会 hold 着你。我们说收放自如。当你开着 One Pedal Mode 的时候呢，你就好像在逆流这样子，逆流而上。所以当你在逆流的时候，你不进则退，它会好像有一个人有一把无形的手在后面抓着你，扯着你这样子。好处就是它能够去帮你的电池回电。所以当你关掉 One Pedal Mode 的时候呢，它就从逆流转为顺流。当你顺流的时候，你轻轻游一下，你不需要使很大的力气，你的手划一下那个水，咻，它的力水大到你的 steering 会有一点两波 Q 这样的嘛？你看 ，Oh my God， 快到！直路一流，没有话讲。你花288,888块买到这样子的加速表现，真的是超值。这个加速动力对电动车来讲，你可能要买到400千、500千、600千的电动车，点一下蹦就往前飞，没有蹦啦，蹦是我自己发出来的声音啦。So， 你根本不需要这样子去驾它。因为我驾电动车，我健身电动车非常多次了，所以我也不想要每一次讲 repeat 一样的东西，懂吗？就像我现在跟你介绍车，我已经不会去跟你讲 airbag 是哪里做模的，我也不会跟你讲 ABS 是哪里做模的，我也不会跟你讲 EBD 是哪里做模的。可能1997年、1998年的车评员他会跟你讲这个车有 ABS 哦，这个车有 airbag 哦，那 airbag 是哪里做模的啊？现在这里有2个 airbag 了哦。我今天不会跟你讲这个东西，但我今天跟你讲 Volvo， 我甚至也不用跟你讲 Pilot Assist 哦。Volvo， 你买到什么 T5 最 low spec 的都有给你Adaptive Cruise Control、Blind Monitoring， 你去 menu 里面你甚至也找不到了，它非常简单，它就问你 Pilot Assist 你要开还是要关，Lane Keeping Aid 要还是不要，这样罢了，简单到它不需要问你要不要开这个要不要开那个，已经是一个就像 airbag 就像空气一般的存在。这就是 Volvo， 它已经进化到这个 level 了。你买 Volvo， 你驾 Volvo 已经不用去问你是 high spec low spec， 你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你的 BMW 有没有 ACC， 我的 Volvo 不用问，你一看到这个 logo， 你就已经知道这个 logo 背后赋予的意义是什么。它不只是豪华，它不只是 luxury， 它讲求的是 safety， 而且这种 safety 是有传承、有历史的 safety， 它甚至有很多项专利都是 Volvo 首创的这个东西来的。当然，我们回到电动车，你还是要讲电动车一些电动车应该要讲的东西，就是虽然数据上是讲它有450 km 的这个EV range， 但是我刚一 start 车 100% 系统显示它剩下360公里，我开 Aircon 就变成340公里，所以你开 EV 车你就不会要这样去拉它了的。你问 EV 车主就知道了，大家的重点就是daily， 你每天要通勤你的目的地到目的地你还有多少电，你要 plan before you go， 你要 very well plan 去 practice 这件事情。所以你驾着一个408 PS 660 Nm 的 C40， 就好像我想起美国第32任总统小罗斯福说过 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 you will go far， 就是那种 you carry a big stick 660 Nm instant torque， but you speak softly， 你慢慢开，你驾到好像加一个 1.5 L turbo 的 C40， 就这样子开罢了。这没大没急，你不用去 push 人家，人家弄你，你也不用弄他，你也不用追他，不用割他，你知道你要割谁就割谁，你知道你要怎样就怎样，你可以要多快就多快，你要慢也可以直接慢下来这样子，就你甚至忘记掉自己在开着一辆车，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而已，一个没有声音、很轻、很安静的代步工具。我讲的这个轻不是它的重量的轻，我讲的这种轻是意境上面的轻，很与世脱俗、很轻悠悠的这种轻。OK，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研究看一下这个叫 Go To You 的充电桩，因为据说这边呢是在 Cyberjaya 一个新的啦。那它的算法是1个 kW 是1块6毛，所以这个 XC40，I mean 这个 C40 是78 kWh 来算的话，如果你要从50 kWh， 你就乘 1.6，1块6就可以得出充电的这个价钱。然后这边是60 kW 的 DC 快充。透过这边呢，我可以看到它有这个 contactless 的 payment， 应该我放我的 credit card、debit card 就可以过账这样子了啦。然后这边全部都是这个 DC 充电来的，但是这个XC40 是可以支援高达150 kW 的 DC 快充，所以如果使用150 kW DC 快充的话，是28分钟可以到 80% 的电量。那因为这边只有60 kW 的时间，
就会相对来的长这样子啦。那其实在 Klang Valley 呢，充电站现在已经是百花齐放，有 Gentari 有 Go To You 你在 Highway 有这个 Shell Recharge， 我之前拍摄 Porsche 的时候我有介绍过啦。所以充电站的这个网络是比很多马来西亚人想象中还要来得多的。很多人没有去 Map 找，就讲没有，马来西亚充电站没有，是不够，是不足，是不普遍。不过在 Klang Valley 已经是相当方便了的，更何况即便在最发达的国家来讲，大部分使用电动车的人，他们都是以居家，就每天睡觉，你利用你睡觉的时间，你在上班的时间来充电，因为这些时间你不用也用掉了的，你睡觉醒来车子就充满电。而且 DC 虽然是可以很快的为电池加满电，但其实快充也是很伤电池，最好就是用 AC 慢慢充。那如果这个车子用 AC 慢充的话，大概7个小时到9个小时就可以充到100% 这样子了。它可能不是你家里第一辆车，但社会时代总是要进步的。它未必是最好，它未必是最环保的，不过我觉得东西就是一步一步要慢慢来，这也是人类文明的进程，没有一步登天的，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需要透过时间，透过很多实践来去达到，不管它 work 不 work， 我们总得要跨出那一步。Right， 所以喜欢今天这支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看我来加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2、1 cut。这个是隔了一天，刚才我的 battery 是60%， 然后我就计划跟它充到80%，因为我知道过了80过后它会很慢，不划算。然后我就在系统这边设定我要充20分钟，然后它这边是没有用分钟来算钱的，它是用1个 kilowatt 1块6，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到最后呢，从60充到84，我的电池增加了24%，然后 duration 是20分钟，一共充了18.3个 kilowatt hour， 然后它用了28块8毛7。然后我去 payment 的时候，他就charge我29块4毛，可能有 tax 啦，我不知道。所以20分钟充到18.3 kilowatt hour 的电量，如果这个钱你去打油的话，可能可以走20，等一下我算一下我算了30块了 ，OK。30块除2块05分，你可以打14.6 litre 的油。那14.6 litre 的油，你加一次油的车了，给你1个 litre 走12公里，好不好？乘12。你可以走175公里，那这个24% 的电量应该走不到这样多啦，所以其实充电并没有比较便宜。当然你用加的算法 AC 算法不同啦，然后有的是用 mini， 有的是算分钟，因为我刚才看到 Gentari 它是算1分钟1块2，然后如果是1分钟1块2的话，20分钟1块2就是24块。但是那个是50 kW 罢了，这个是60，虽然写60，不过它不会用到60的啦。你的 hard disk 写 1TB 打开也不是只有 1TB 吧，大概会扣一点点这样子啦。所以大部分时间它都是在处在大概我看一下58.6、57、58.4、58.3这样子的 charging rate 这样子啦。所以我觉得以这样子随便这样充个24% 30块来讲是有点贵啦，当然不是只有一家吧的啦，我们有 Shell， 我们有 Gentari， 我们有 Go To You 等等，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现在刚好来 Plaza Arcadia 这边剪头发，刚好这边有 Shell Recharge 的这个充电站，但是这种在shopping mall 里面呢，通常都是 AC 慢充，所以你看它这个 plug 呢，它这边有3个 bay， 所以 AC 慢充的话是充满要7.5个小时啦。所以它是 confirmation 要5块钱，然后每1个小时是2块8毛。现在是2点42分，他说如果我要充到满是7点42分，但我应该会在这边逗留1个小时多啦。我看等一下从41会变成多少 %。现在是4点钟，我已经充了1个小时20分钟，一共充了14.05个 kilowatt hour 的电量。那 service fee 是5块钱 ，stay duration charge 是5块6，所以总共是10.60，就是10块6毛钱。然后刚才我是多少 % 我忘记了，现在我是57%，所以多出来的这个电量呢，一共可以让我走至少100个 kilometer， 所以这个是我剪头发的时间啦，我们算了1个小时半，我觉得 OK 啦，因为 depends on 你是去那边做什么，因为你剪个头发。反正这个时间你都用掉了，不如就让车子来充个电啦。